好，川普海盜來了。這一次他說呢，最新放話，他說未來想要通過荷姆茲海峽的國家，我要對你徵收20%的保護費。這個保護費呢，價格經過估算，竟然比伊朗的收費還要高了15倍。話一說完，國際油價繼續的暴漲。今天就這個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探討。好，中東的衝突再次的升溫。革命衛隊最新消息，他已經把這個整個荷姆茲海峽都給完全的封鎖住了，包括當天呢，他向一艘未經核准航行的這個貨櫃船開火，導致這一艘是來自於塞浦路斯籍的貨櫃船，引擎室嚴重的損毀，1名船員失蹤。隨即，美國立刻對伊朗發動了新一波的空襲。在這個事故之後，我們就做了一個統計，有關於荷姆茲海峽它的船只在上面的通行，在戰前大約平均一日是125到140艘，現在單日已經剩下不到10艘了。所以呢，我們現在要來看川普最新呢，針對荷姆茲海峽，他決定呢要來收費了，大收費。他說呢，美國才是荷姆茲海峽的守護者。未來基於公平性，我們將會對在這邊要運送任何貨物的船只徵收20%的一個費率。巴西總統魯拉聽了非常的氣憤，他說這根本就是海盜行為。伊朗的外長說，川普你收的這費用實在太貴了，我們伊朗的比較合理，才是真的海峽守護者。我們來看一下伊朗的收費哦，是這邊經過估算，一艘大約是200萬美元，相較之下。確實，美國收的費用是伊朗的15倍，難怪呢，伊朗在這邊稍微開酸了一下。除了針對於海峽收費之外，這個川普也最新放話了，未來還有這個軍事保護費，要求要負擔這些軍事保護費的國家，他也點名了，包括了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未來，川普說你們還要繳另外一筆是美國保護你們的費用，這個費用到底合不合理，還是他在發戰爭財？川普，那上次哥怎麼看？其實就這樣子，打仗這種事情，首先有2種，一種有時候打紅眼。就是打吧，就是瞎打一通；另外就打歪樓了。我們這次看，大家應該還記得這場美伊戰爭的原始之初，這個川普最要的什麼？是核濃縮鈾，他不要讓伊朗有核能力。然後他那個口口聲聲都在這裡，然後對美國國會表達解釋，也是仿佛小以大義，然後為了中東和平，還有世界和平。因為伊朗如果有核彈的話，全世界你歐洲也可以打你。可是現在。打到現在，大家要看到了。當然，我們都知道這一次的打，主要還是我剛剛前面有提到，就是因為他是荷姆茲海峽這件事情惹惱了他。所以在惹惱的過程裡頭，他就你知道，畢竟商人，當他很火大的時候，他就要收錢，就是跟他關稅很類似。所以他這次提到說收20%之後，真的是大家都笑了哈。當然沒有人緊張，都笑了。我覺得最酸的真的就是伊朗說，哇哦，比我們收的還要更多哈。要知道，其實這一次。我講這個部分會不會具體的實施？因為大家也不會繳啦，你要怎麼繳呢？你要怎麼收？你要怎麼算呢？然後你要整個在美國的這個預算裡頭，你要怎麼樣介入呢？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裡頭可以看到，這個整個在這個波灣當中來講，首先美伊戰爭，如果說你有一個和平的具體的部分的曙光，然後你於是大家來談錢也倒罷了，現在還打得不可開交，還可能更嚴重。而且現在包括歐洲國家也有點受不了了。我們知道英法都說他們也要來護航荷姆茲海峽，所以最近其實這一次當中，伊朗也同時打了法國的3個軍事基地跟英國的1個基地，就在今天哈。所以我們在知道這個過程裡頭，就變成這裡頭現在有點開始是一鍋粥的。這一次並不是他說要收錢，這裡並不是個新的方向，我覺得是。打歪了歪樓，再加上打紅了眼之後，然後再加上川普的火大，再加上商人，這個一鍋粥當中突然萌鮮出了一個收20%，一個非常荒謬。你覺得中國會繳嗎？然後中國在投，然後日本那些會繳嗎？所以都真的很難說啦。但我覺得無論如何，荷姆茲海峽已經更加的確定這次的影響性。但是我們要注意，油價這一次只暴漲到70塊美元，沒有突破100，也表示說雖然上漲，因為它現在跌到大概50-60左右哈，但平常價。所以也就表示說，現在資本圈已經開始脫敏，並沒有因為川普講說我要收20%，油價包括資本圈就瘋狂的失控，還沒有到這樣的地步。當然對，還是影響到包括台北股市的這樣子的一些反應，但我認為這些反應不會太久。好，那同樣問題，艦長要怎麼看？首先我說收20%是做夢，不可能的。第一個不合法，在國際法更不行。第二個就是美國沒有能力。現在那個整個在控制在伊朗的底下，他控制了荷姆茲海峽，除非美國把伊朗在所有能夠夠到這個武器夠到這個荷姆茲海峽的地方都占下來，否則他不可能說這個護航這裡。
那他怎麼可能站得下來？地面部隊推進去，美國不知道要死多少，他不會去做這個事的。但他為什麼這麼說？他為什麼要說大家要出錢？我第一個其實我想到，當然我可能我的這個內心比較黑暗一點，我第一個想到就是說，當我說你們大家都要出錢，可是你們都不出錢的時候，我就說那對不起，我走了。因為我為什麼要花錢保護你們？我覺得這是他撤兵的一個理由。就到時候我走的時候，因為這個，因為那個，中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們都不出錢。我為什麼要一個人保護你們？你們都是這麼有錢的人，這是我覺得第一個想法。那第二個，他當然就是對美國國內的選民，選舉快到了，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幫他們出錢呢？啊，對不對？那美國選民一定認為，對，我們不應該幫他們出錢的，我們要收錢呢。我覺得這是一個他主要的考量，一個就是。他真的想要走，這是他罵別人的一個理由。第二個就是他也要對國內的一個交代。你看到沒有？我沒有讓外國人來欺負我們美國人哦，大概是這樣。好，這會不會是川普這個未來的選舉策略、政治上面的考量？那另外呢，我們來看到國際油價在這個川普跟伊朗打來打去、互轟的這個狀況之下，現在呢不排除現在市場預估不排除挑戰$85或者是更高的價格，未來可能都要由美國的消費者買單嗎？幹哥怎麼看？我跟你講哈，川普搞這一招哈，你知道最生氣的、最可憐的是誰？你知道嗎？就是買黃金的那些投資者。你知道，本來啊，黃金已經開始抬頭了，結果現在一搞，好了，黃金又跌下去了。北海布倫特原油已經漲到了83塊一桶了，那最高點的時候。然後西德州中級原油到了78塊，兩個差5塊錢。當然這個都浮動的啦。可能明天就掉下去也不一定，但是美國如果再打一波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又再往上爬。它雖然不太可能會衝破$100一桶，但是光這個價錢就害黃金從每盎司$4000已經掉破$4000的大關了。哎，這真的很多投資人都在淌血，你就曉得了。川普搞亂國際金融秩序的功夫是一流的。這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因為你要知道，每天的營運成本有多高。如果這些船不能從荷姆茲海峽安全的通過的話，那商人要花多少的加倍的成本下去？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說，為什麼荷姆茲海峽是你伊朗的？阿曼也說那也是我的啊，我也有一邊是我的啊，對不對？怎麼不是我收呢？等一下卡達說我也有一點啊，我也要收啊，所以到底誰該收？結果阿拉奇跑出來，伊朗外長他說。我告訴你，過這個海峽當然是要收錢的啦。不過不是美國收，當然是我收啊。對，照這樣子講的話，那台灣海峽，我們台灣可不可以收費啊？那對岸，我們祖國親愛的同胞一定會說，不是，這個是我們靠近海南島這邊，這當然是我們中國來收費啊，對不對？這更不像的話，那胡說八道，川普那痴人說夢，怎麼可能說我今天他跟你美國什麼關係？他是阿拉伯世界周邊波斯灣周邊國家的事情。你如果說他們正好石油從這邊出來，那也不關美國的事。你川普就是要收保護費，就講白了保護費嘛。那麼多船為什麼要關閉 AIS 系統 ？AIS 系統船舶主動那個通報系統，也就是說，伊朗他在這幾天為什麼會打這些船？就是我問你的，有點像什麼？有點像航管中心在問天上的民航機，就是用詢答機來問他，要回答。你不回答，我們就認為你的飛機被劫了。你知道？那叫詢答機。transponder。然後這個是什麼 ？AIS 系統是所有全世界海上公定的，你要過去這個地方，你一定要回答我，因為我叫革命衛隊。你不回答我，我就打你。因为這樣而被打。你要知道，那個如果要停下來的話，要交$200萬啊，所以能閃的話就跑，知道？所以為什麼這樣？那3艘就被打到了，大家都是。